9月12号 Professor Bante 带了5箱的文件到了 DSI， 他表示这些文件能成功的拿回来都是因为 Matt 的帮助，如果没有 Matt 的话，这些文件是拿不回来的。以下是2个重要部分的文件，左边那侧是关于 Paul 和 Robert 案件的文件，而另一侧则是 Sam 他们的案件，包含了原告和被告的文件，算是比起以往最完整的文件了。关于证据证物有包含 CD 还有 Pen Drive。他说有关档案有些是来自 DV， 有些是来自证据，但是现阶段还没有完整，因为其中一个证物放在检察官办公室的时候坏掉了，是一个 CCTV 存有 Pumpi Park Area 影片的 CD， 还有另外2部分还没有拿到，他们还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他们知道不见了，因为在1个月前他们陆续拿到了文件，可是全部都没有跟着顺序的，代表他们要自己排过，他们也知道顺序该要怎么排，有什么是不完整的，所以才会用了这么长的时间。这1个月多期间拿到文件后，要提交延长上诉时间，因为需要增加额外还没有完整的证据。他也表示他们消失不是因为他们忘记了，但是因为现阶段 Matt 跟基金会成员去了法院很多次， Matt 也知道每次都需要用很长的时间，等待顺序也好，挑选也好，法律上的事务是真的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的，结束后还需要整理和排过，他也需要另外再复印几份，因为有人还在等待这些文件检查它的准确性。另外他说他也想代替 Matt 澄清，因为很多人批评 Matt 是为了金钱才做这件事情，但是今天证明了 Matt 用了1个月的时间把文件带给他们。如果 Matt 真的是为了金钱，他不会做到这种地步，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们最需要并且是最重要的证据，所以他想对 Matt 过去他独自一人经历过的事情也公平一点。咨询谁是取决于那个人给出的建议是对还是错的，所以他也很同情 Matt， 他希望可以在开庭日的时候给予案件公平的审判。今天也证明了他依然是一位在为 Dangmo 寻求正义的母亲。另一方面，Natapon 表示他们总结的资料里面52位证人的证词已经总结完毕，各个分队的文件也收到了，剩下一些他们等着的是法医学研究所的照片检验结果，所有收集回来的资料会跟以下的证据做对比，检查看是否一致还是有矛盾的，而这个是关于证人是否有扭曲事实的事情。目前为止已经是从98%的地方拿到了有关资料，剩余的会继续再去收集资料。至于谁会被起诉，他想对此保密，全部都在调查档案里面。收集所有的资料完毕后，他们会再次召开记者会，看接下来会怎么做。另外询问52位证人之后，他们发现了很可疑的事情，而这一点是否与案件有关也已经记录在内，可是他不能告诉大家，他希望保密，因为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。再回到 Professor Bante， 被问到那个 CCTV 的 CD 是否重要，他表示是重要的，因为该文件是 Pumpi Park 的摄影记录器，拍到的画面是很详细的，但是现在需要延长上诉时间，因为这份证据检察官已经表明了已经坏掉了，不能再使用了。这一点同时也让他很好奇，过去的日子他们又是怎样证明这件事情的。他也强调任何他们想要索取的东西，可是都不给的，他们都会很感兴趣，包括任何东西就这样消失不见或者坏掉的，他们都要拿到，因为他不可能就这样消失不见的。被记者问到那这3样东西会拿到吗？他表示会，也肯定可以拿到，因为有些摄影记录器的画面不只是出现在案件档案里面而已，也同时在以往媒体里面出现过，所以不是什么秘密。也别忘了以往昆阿加瑞亚被告时，证据同样也可以在他的案件里面找到。节目上 Professor Bante 说，当他们把文件交给 DSI 过后，他们有跟 DSI 一起讨论了一些事情， DSI 也有把他们的想法告诉 Professor Bante 他们，并且让他们看了一些东西。根据坤给所看见的，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制作了这么大并且这么详细的东西。虽然他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的，可是他认为警方不会做到这种程度。另外 Professor Bante 说这是一个好消息，案件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。他只能这样说，有些他们好奇的事情已经被证实了，而且他们有科学鉴定证明，简单来说你没有办法反驳。他说这个团队非常强，当他们在做非法猪肉案件的时候，他们需要面对以及对抗很多大型资本家的压力，可是他们依然能做到，所以只能说他们是一个很敬业的团队。9月26号 Professor Bante 表示 Matt 拿回来的文件中看到了很多在这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，就比如说 Dangmo 右膝盖后侧伤口的照片，有脂肪流出的那个位置，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真实的画面，是看过草图还有照片没错，可是不知道照片是谁的相机拍的。
所以即使他们提交上去给法院，法院也不能证明这是谁的脚。可是，在 Tang Mo 案件里面，原告和被告双方都必须提交确凿的证据，所以这张照片就被提交了上去，这就变得更加的清晰了。By the way， 他是有把照片 post 在 Facebook， 要看的话可以自己去 search 来看，因为比较 sensitive， 这里就不放了。他也强调他发布这张照片的原因，是为了证实当初找到 Tang Mo 的时候，他的右膝盖后侧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伤口，而不是什么棉花之类的东西。他表示，如果真的被螺旋桨割到，他真的不明白这样的一个伤口是怎么被螺旋桨造成的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洞。而他也把照片发给了另一位法医，法医也说不相信是螺旋桨造成的。这个是另一个他发布的照片，他让大家想想看，这样的伤口，螺旋桨真的能够把它弄出来吗？照片中可以看到，就是一个圆圈的形状，还有一些脂肪流出来的样子。他认为这部分是其中一个最大以及最重要的证据。因为它有来源出现在案件档案中，因为不然有些照片即使是真的，可是从来没有在主案件档案出现过的话，他们也可以说是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。所以在主案件档案出现的文件其实都很重要。他也强调他没有办法明白同一只脚同样有伤口，可是是一个长斜线的伤口，这到底是怎样发生的？而一个螺旋桨怎么会有这样不同的齿轮？况且这个伤口看起来也不像是齿轮形状，就像是被刺了一样。另外一点，一直以来他们都认为 Tang Mo 和 Kartik 在9点56分的照片只有1张。最后他们在 Matt 拿回来的文件里面发现了他们的合照总共有4张。除了之前说过的一些问题，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 Workboy 的工作人员发现的。Kun An 那时候尝试模仿 Tang Mo 的坐姿，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做到。Professor 板会说，当你向 Tang Mo 把脚交叉摆放时，你的左脚前侧应该是往同一个方向摆放的，而不是像这样的一个状态，有点像是往左转的感觉。接下来简短的讲一下这些疑点在哪里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4张照片整体上，唯独变得最大的动作是脸部表情，坐姿没有变过。第2张还有第3张的照片，一个是 Kartik 有闭上眼睛，而另一个是已经睁开了眼睛。可是同样的 ，Kartik 的头发一样还是维持不变，飘到 Tang Mo 的嘴巴那里。这里他提出的疑点是，当时到底是强风还是不是？或者有人可能会觉得，哎呀，他们可能用连拍嘞，对吗？所以坐姿没有任何改变，只有头部变动。可是我的想法是，如果真的是连拍的话，那为什么第2张照片当 Kartik 头发飘过来的时候，Tang Mo为什么没有用他的左手或者动一下去稍微调整呢？如果是连拍的话，这些动作一定是会被拍到的，对吧？再来就是有人 comment， 当你把这4张照片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一些部分怪怪的，尤其是这个外套一下子大一下子小。而 Professor 板推说，最重要的一点，这部分的证据也是原告方提交上去的，如果没有 Matt 的帮助，他们不会拿到这些照片。另外一方面 Boucher 说10月27号到31号期间 DSI 会第3次的登船，并且开会讨论总结 Tang Mo 案件。第1天他们会检查船上人员的位置，包括他们的电话坐标。第2天他们会检查残骸点以及水流方向，组装水下声呐扫描仪，并且处理虚拟事件模拟。第3天他们会将判决书中已经列明的科学鉴定结果呈上。而第4天调查人员委员会会召开会议，以确定法律问题以及意见。